大家好，我是黄景瑜，来参加《风驰赛车手》这个节目呢。其实我是想学点车技啊。我心里的赛车手其实都是精英啊，有钱、有身材、有体力、会开车，然后还有很多知识，哇，很完美。最向往的是哪个部分？有钱。在这些特质里面，最向往的能力吧，就是他对这个车辆的了解和这些赛车手的财富。哦，对，我演过赛车手，而且我演过非常厉害的赛车手，但是毕竟是演的嘛，那是角色哦。但生活中的黄景瑜不行的，开车，马路上一流，赛道上小白新人。景瑜那个车一看就很难控制，马力太大，800匹马力，800匹马力。油门太大，好，还是油门哦，油门还是有点不对。那个车就是真的不错，而且马力非常大，但是不代表马力大一定会对新手更友好。那马力大呢，它可能每一段都是非常灵敏的，所以就非常掉头。羡慕没有用，因为最后我们用的是自己那台车，我等于是牺牲掉了所有的时间在玩了一台，哇，很棒，大家看着很羡慕的车，但是我对自己的车一无所知，碰也没碰过。这个事其实也蛮矛盾的啊。终于能摸摸我的车了，今天。哎呦，这个不行，没过。因为这个车马力没有那么大，所以它就不会那么容易犯错误。你油门踩深了、踩浅了，其实对车的这个走向不会让它有那么明显的区别。你真猛，哥！好样的！好样的！结果表演害人呐、这个表演的心其实可以约等于虚荣心，对不对？虚荣心可以约等于东北话嘚瑟，所以这人一嘚瑟呀，他就容易这个出问题。我对这个穿针引线，我觉得我可以闭眼开了当时，所以我对这个我觉得哇，这不就是最轻松的一关吗？但没想到出问题出在这一关。哎呀，看声音。哦，他撞到那个集装箱门口啊！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啊？就怎么会在这儿犯错误？这么炫的一个场地，然后你在这撞车，觉得有点尴尬。因为我们的场地真的灯光一打上又喷火，好帅！结果你在这撞车。当时那个车，但凡它不是轮子贴到大梁上，它是小问题，我都给它直接把车拆掉继续开走。真的。其实我以前对开车这个事儿，我觉得我肯定没问题。而且这么多年开车，正常的这我们公路行驶啊，也算是个好司机，所以在公路上觉得不错。但是到了赛道上，我觉得这是完全另外一码事儿。那不要你开得稳，不要你开的这个，它也不需要你开进车库，它也不需要你停车，它需要你快，它需要你对车辆有一定的控制。我觉得这完全是打破驾驶习惯的一个运动吧。这个很稳啊！
这个来的时候比上回能觉得自信一点，觉得哇，已经学会很多技术了，然后就开始学新的技术。学新的技术觉得很难，八字虽然考过了，但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八字很难。走。稳住！可以，这什么玩意儿 ？OK， 稳住油门，别着急，心态很重要。走，先定人，先定住，不着急，准备，走，收油，收晚了，给的油太大了。收，太大了，刚刚油门，你看，刹车，一到这就不行，就是油门给的太大了，这个。稳住油门，收，加油！特别好，兄弟，可以过了。我觉得首先肯定还是紧张，想取得好成绩，这个是一定的。跑比赛嘛，肯定会想拿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。其实自己跑啊，因为我已经没完赛过了，最差的事已经经历过了，其实有点无所谓了。但是团队，你就得对其他人负责了。黄炳瑜已经做好了比赛准备，加油！OK， 很稳，不错 ，OK， 哎，进鱼门了。对。走，漂亮！就可接受范围，我肯定我不是前几名，但也肯定不是倒数。啊，是倒数啊？啊，那就不是我心里的样子。啊，加上罚时了是吧？啊，加上罚时没办法。到第几啊？到第2。嘿，那还行，还有进步空间。那你不能到第2啊？这到第2怎么跑的？这一天张牙舞爪的在那儿，就跑个到第2。我觉得跑完也是，而且接力赛更爽。你知道，大家一起跑，我等着前面一棒跑完，然后你这赶紧发车，而且没有那个倒计时的，直接就发车，那个感觉更爽，而且感觉是大家一起完成了这一个任务。而且我觉得我接力赛那个路段跑的一定比我个人赛快得多。你这个稳了好多，2个漂亮，哇，太厉害了，非常丝滑。因为我平时我也不喜欢小车，我全是大的越野车，然后平时拍戏都是各种这个山沟啊、戈壁啊什么的，然后我看见这种路我就会扎进去，想看看里边是啥。下去就给油冲，对，漂亮。这边也是个大弯啊，给油，对，不要敲轮，小心敲轮，小心上水位，两拍，这个过瘾。可以，这个塞对不对？刚才那边塞。UTV 这个赛段其实容错率还是比较高的，它不像我们那个场地漂移赛，你稍微失误一下，车子一掉头，哎，完蛋了，那时间就没了。所以比起场地赛，没有场地赛那么紧张，但是我还是紧张的。
哇，这个弯过得好好，真的看得出来景瑜是很喜欢看越野。这黄景瑜是有多快啊？哇，景瑜蛮快的。哇，好猛！哦 ，nice。啊，黄景瑜，哇！今天的冠军车队属于黄景瑜和江麒麟。所以真的是越野 MVP 啊，就这个土地之王，土王。也不是土地之王，可能就是到这种非铺装路面比较兴奋吧。场地我是真的又有点怕，但是这个土路上我就相对的比较自在点，大家都有自己的擅长的一面嘛。我喜欢来这种大的地形，自在的开。获得季军的车手是黄景瑜。